注意看，这是让全场震惊的一幕。天津一位41岁巨婴啃老的女士，40多年没有学会做家务，更没有上过一天班，更没有赚过一分钱。嫁人后15年一直靠娘家拿钱过日子，说自己40多岁了还是一个18岁的小公主，如今还扬言要70岁发父母养她到老，自己都照顾不好，还养了4条狗，把全场嘉宾老师气到崩溃。她的丈夫更是心凉了。我们看看嘉宾老师的一番话：一个做全职妈妈的女人，竟然让自己年迈的母亲来帮自己打理家庭、打扫卫生，实属罕见。我不知道家境究竟有多好，如果家境好的我可以用继承来形容，那我就不用啃老这个词了吧。家大业大的，帮父母多花一点，也不是说把老人的骨髓拿来啃，对吧？故事的男主人公王先生，他来自天津，现在46岁，是一家工厂的员工，每个月只有4到5千块钱的收入。跟着出来的是41岁的吴女士，她是全职太太，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做。2个人结婚15年，有一个儿子已经12岁了。那么故事是如何发展到让他们来节目组解决情感问题呢？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，祝您平安喜乐，好运连连，心想事成，美梦成真。接着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故事的来龙去脉。来是为什么呢？一开始的时候我俩挺好的，而且我们俩是挺传奇的相遇了。哦，怎么传奇啊？我们是 QQ 上认识的，而且不是聊 QQ 认识，是在 QQ 游戏上认识。2人因为游戏而结缘，认识不到1年就领证结婚了。刚开始吴女士觉得丈夫对自己还算不错，可慢慢的变得对自己爱搭不理，所以吴女士也成为了一个怨妇，整天研究把儿子变成什么样。而王先生也责怪妻子花钱大手大脚。哎呀，花钱花的太多。比如说给孩子报一个什么学琴的尤克里里，上课的时候需要购买一把尤克里里的琴嘛，随便买一把就好了。对呀，这就是我主导思想，随便买一把200-300。可是人家出去就买了一把7000多，刚开始告诉我7000多，后来实际上这把琴呢1万多。吴女士解释到，她的原生家庭虽然不是大富大贵的，但她从小就是一个宝贝，从来没学过干家务，都是母亲在干，以至于她41岁了，不会扫地拖地煮饭，连洗衣服晒衣服都不会。而所谓的全职太太给儿子买一把琴，就直接花掉了丈夫2-3个月的工资。任何一个艺术家都不是因为一把好琴练出来的，都需要循序渐进。花钱的事情我们就跳过了，接着看看吴女士的一番话。你别看我这样5大3粗的，我觉得我特别是一个小女人，然后我想得到的是那种你关心我，你爱我。为什么找一个比我大的？我妈说过，大的疼人。但是我后来就发现，我不但没找着一个像爹一样疼我的老公，她竟然说她累了，就因为丈夫没有像父亲把女儿一样宠着她。可为什么吴女士这么多年都不去工作呢？吴女士解释道，都是为了儿子。可赵川下一秒气到发飙，舍不得孩子。那是您的问题啊，您没断奶啊。家里除了养孩子，养其他的东西吗？有宠物什么的？有。什么宠物？还养了四条狗。4条狗，谁养的？他养的。41岁的女人被赵川嘲讽还没有断奶，就像一个巨婴一样。可过分的一幕不仅仅是儿子的问题，吴女士不上班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她养了4条狗。究竟什么样的家庭能养得起4条宠物狗呢？丈夫变得很聪明，知道妻子要养狗，事先声明他不管，所以4条狗都是吴女士在带着。实话，我觉得家里养4条狗的人根本不需要别人再关心了，因为狗关心你和你关心狗已经完全够了，再加一儿子，您是不太需要老公关心的。他们能给我回应，我喊一句 lucky， 他能过来亲亲我，抱抱我，搂我，舔我2下。养了4条狗和1个儿子，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陪伴他们身上吧，哪里还需要丈夫的关心呢？吴女士说道，养条狗都知道过来亲亲她，可丈夫却不愿意亲亲抱抱她。从王先生口中得知，他每天回到家看见满地的狗屎，可乱七八糟的房子，别说亲亲抱抱了，就算回家都不知道怎么落脚，根本没有这个心思。接下来的一幕更让全场嘉宾惊掉了下巴。一进屋是这种感觉，你让我开心，我觉得我开心不起来。这个确实可能是我的问题，我可能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，我可能就是让我妈往外宠惯了，我可能有我懒的资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妈都替我去干了我想干的活。41岁的女人嫁人都嫁了15年了，还要每天让老母亲来帮忙收拾家务，还有给她打扫4条狗的粪便。
如今70岁的老母亲已经干不动了，所以来的次数就少了。所以每次王先生回到家，根本没有家的样子，可以说就是一个狗窝，这让哪个男人能够忍受的了呢？此时的赵川看不下去了。有资本懒，你有啥资本懒？你嫁给人妇了啊？我不需要他养，1月4、5千工作，我能报得起1万块钱的课吗？就是爹妈呗。是。哎呦喂，这大小姐啃，你看看大小姐啃爹妈啃得多那个，我不需要你养。我知道你为什么如此之嚣张了吗？嫁人了还吃娘家的，拿着家里的钱倒回头来要求老公，那哥我也不愿意跟你亲亲抱抱，您还是找 Lucky 去吧。吴女士如此嚣张的态度和不屑的眼神，根本就看不起丈夫。1个月4、5千的工资，可她自己家里就是父母年轻的时候开店，有那么一点点积蓄，也是父母养老的钱，还每个月要拿1万多给吴女士，所以才造成吴女士娇生惯养的性格。由于吴女士从小到大被父母宠到了骨子里，导致她过于肥胖，还是丈夫花了将近20万给妻子做了手术，才有现在的吴女士。我们一起看看以前吴女士的样子。从小到大都没瘦过，我5年级时候就1.74米的多，220多斤，然后我跟他结婚时候也230、240了啊，然后人家从来没嫌弃我。当年嫁给王先生的时候250斤，如今有140斤，可王先生从来都没有嫌弃过她，只希望吴女士能够像个正常人一样就行。所以王先生这种男人实实在在过日子多好，可吴女士为什么40多年了还不知足呢？我虽然现在40岁，我觉得我还心里住着一个小公主，我觉得我就是那长不大18岁的小孩，我特别就是想渴望你能像我爸爸一样去护着我，去宠着我。一个41岁的女人竟然说自己还是18岁的小孩，想自己老公永远把自己当作小公主一样宠，这可能吗？接下来吴女士自己说出的一幕，让全场感觉好气、好笑又心酸。乱不就近2、3年乱，因为我妈不来收拾屋子了，我不想让她收拾了，她老了，我可能就是觉得心里不落忍，我就想妈妈岁数大了，别再这样喂我了。可是我也想学着去做，但前些年不是啊，我妈买屋子收拾可干净了。那前些年回来不就爆了吗？我的妈呀！行了，你们来吧。听到这一幕，我真的内心五味杂陈。41岁的女人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，竟然还要责怪70岁的母亲不来给自己打扫房子了。她有没有意识到父母会老去？她难道还想父母养她一辈子吗？真不值得娶到这种女人，是心酸还是悲哀啊？赵川直呼受不了了，直接把这个难题抛给了嘉宾老师。首先点评的是于博宏老师。大哥，您比我强，您还可以沉着这个脸进这个家，换了我没脸进这个家，我早就逃离这个家了。一个做全职妈妈的女人，竟然让自己年迈的母亲来帮自己打理家庭、打扫卫生，实属罕见。于博宏老师都佩服这个王先生，竟然能够忍受15年。要是换做别人，早就逃离这个家了。一个妻子勤俭持家是本分，吴女士很明显没有做到，教育孩子太盲目也没有做到，自己不赚钱，不知道钱是怎么来的，啃老啃了40多年了，都不配为人子女，看不起丈夫几千块钱的工资，对丈夫不尊重，也不怕为人妻子。这样的女人要是不改变，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呢？接着严品宏老师犀利的点评啊，你这头这个几十年真的是过的蜜罐里的日子呀，想怎么做怎么做，想怎么来怎么来，想不上班就不上班，想花家里钱就花家里钱，想让老公怎么爱你，你就得跟他作着要，还能养4只狗，真的好让人羡慕。你在物质上寄生在你父母那里，你在情感上在你老公这儿得不到，你就寄生在和你的孩子的母子关系里。严品宏老师给出的建议是，吴女士必须放弃那些天真幼稚的想法，好好找一个工作，学着做一个独立的成年人。父母不可能养你一辈子，要是等到吴女士自己都60、70岁的时候，父母早已经不在了，那你要怎么办呢？寄生虫做了40年，该清醒了。接着是新唐米娜老师一针见血的点评。不知道家境究竟有多好，如果家境好到我可以用继承来形容，那我就不用啃老这个词了吧。家大业大的，帮父母多花一点，也不是说把老人的骨髓拿来啃，对吧？为娘家有钱，你就是用娘家有钱这件事情使自己完全无视丈夫的价值。
丈夫在你眼里就是那一个负责给你的浪漫点缀的男人。你身上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精神内核，却还在不停的嘤的要东西。女孩的娘家也就是普通个体工商户，存了一点钱，估计都被吴女士霍得差不多了。而这种啃老巨婴女，把父母啃到骨髓，而丈夫作为男人，知道自己从始至终都满足不了妻子的物欲，所以干脆不管不顾。因为根本管不了这种女人，因为丈夫早已经心凉了。之所以现在还在一起，也是为了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。这个故事到最后，吴女士虽然说会听嘉宾老师的话，改变自己，但已经41年养成的习惯，真的能够改变吗？屏幕前的家人们觉得这种女人值得娶回家吗？可以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观点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